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文静儿，让我们一起科学发展，勇敢恋爱。大家好，我是于波红，恪守最初的承诺，维系最终的爱情。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大家好，我是雷鸣。婚姻里有幸福就一定有委屈，什么事儿都是正反两面。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相遇美，相爱甜，让相守不再难。欢迎老师们的到来。那么现在有请今天的嘉宾。本期第一位情感嘉宾张先生，60岁，来自武汉退休；刘女士60岁，来自武汉退休。他们的感情遇到了什么难题呢？不让他做什么，他非得要做什么。异地、分歧、忽视，总是自作主张，就是常年不在家，还什么都要管，你做什么他都不同意。二位结婚有多少年了？我们恋30年了。那今天是来到我们舞台上，一定也是发生了什么样的矛盾吧？我们两地分居20多年了，因为工作关系嘛，然后致使他养成了一种对家里不关心，家里什么事儿都是我，然后对我和孩子也不关心，就是我感觉特别的委屈。那为什么他退休回到家了，反而咱这个委屈要加大了呢？之前嘛，什么事儿都是我，然后现在退休了呢，帮家里分担一点点事情，他就觉得是他的不应该。他退休了，他就要享受生活，那些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不是他应该做的。在两地分居期间，没事儿都是靠电话来维系感情吗？哎，对，他1年才回家4次。那是都是您在照顾老人和带孩子。对，小孩因为老人都在老家嘛，然后就是家里家外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因为家里有什么事情也不能等着他回来。那他平时是属于可以在电话里头听您倾诉一下的人吗？有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不接，就说工作忙，我不知道到底忙不忙。我工作确实挺忙，做新能源的，一天出去在线路上8、9个小时。下去工作跟沟通协调的时候，可能是有时候找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手机可能在车顶上，或者下班之后看的时候呢，我就不愿给回电话了，因为女同志嘛，絮絮叨叨，家长里短唠的没完。那你不在家里，家里事情我不得跟你汇报一下吗？那我给你打电话，你什么时候有时候就不回，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跟他结婚30年了，他没有买过一个礼物，年节的，没有买过一件衣服。咋没给你买过呢？你给我买过啥呀？刚结婚的时候，刚上班，我就出差学习，回来给你买双鞋。你给我买啥鞋？你不说这个还好一点，你说这我就来气。都知道那个老北京布鞋吧？红色的大绒鞋，我上哪儿穿去？那红色的，然后被我就送给别人了，就再都不给我买了。咱这30年婚姻只收到过一双鞋呀。他心里都没有我。现在咋没你啊？每月工资只能是留在拖延钱，剩下都给家打了。对，那工资没给他，给谁了？钱都给你了，你自己随便可以买呀。那都用在家用上了呀。不是给谁了？都给交家里了。他说是给我了，但是我不要过日子吗？不要家里头买这买那的吗？那也是给你。他给我的钱都是心里有笔账。您的意思，他的钱是给家的，不是给你个人。对，后来他休假回来，我就逗他，也是一个考验吧。我说的老公，你给我买个睡衣呗，给我买了。你给我买的啥？在某多上买的，25块钱买1送1，我就觉得我在你心里就值25块钱。钱都交给你了，你就随便买呗。您交的钱很多吗？大概这个数吗？那30来年一直这个样子，那还是很不错的呀。很不错，他把他给我那个钱，他心里都有笔账，我要干啥都不让。比如说我刚到武汉的时候，比较孤独，比较寂寞的，就是没有亲戚没有朋友的。然后我小孩那个时候当兵嘛，复员回来之后他就要上班，上班了就是说那给我妈妈买个小狗吧，说得陪着妈妈，
因为我们有个说话唠嗑的嘛，他也不让。为什么呢？夏季都褪毛，有时候穿衣服身上有毛，穿裤子裤里都沾上狗毛。假如说你领它出去，很不方便，还有个狗，你说没法带呀。公司城管根本就不让带狗啊。这个又不是你在打理，对呀，你一年才回4次家，是吃家，他总要有个陪伴吧？你不陪伴他，让狗狗陪伴有什么错呢？是啊，非要给我给出去，要不就给我卖了，就跟他大吵了一架。就才把这狗保下来。你不知道那个小狗替你们给了我一个陪伴吗？你知道吗？你欠了我一个陪伴，你知道吗？他1年回来4次，每次在家待多久？1次回来待20天。哦，18天，那就快有小4个月在家，也不错呀。回来做啥都心里不平衡。他因为他休假回来，他就应该休息，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假期，我就是一个免费的保姆。我理解他，他不理解我，他什么时候为我考虑了？那总不能靠他一个人使工资，是不是？我就说，那我出去做点生意吧，也不让。让啥呀？因为我们是从东北，因为工作关系调到武汉。第一，人生不熟，做生意挣的这行，万一赔了呢？做生意就是有赔有赚的，是不是？咱赔不起。原先我们在东北时候，他就做生意的，那我很放心的说，一般人很不管，因为你到这个生地方，人生不熟，说话都听不懂，所以就担心，所以说你还不如搁家待着。我也没听他的，后来我就自己就是租了一个店铺嘛，就卖服装，也回来跟我大干一场。那我做生意大家都知道很辛苦的是吧？我一个人拿货的时候，我不会拎不会扛，我用头顶着。最多的时候我顶50斤，我拿不下来走不上去的时候求路边的人。那个生意有赔吗？还好，做生意就有赔有赚，但你们是赔了还是赚了？赚了是吧？还是赚了。因为租个铺买服装其实风险不大的，对，也是辛苦钱。是的，家里什么事儿都不管，还要大男子主义，还得他说的算。说买房子的时候，因为小孩嘛，到了适龄的年纪了嘛，也该谈恋爱了。作为父母的，肯定就会想让孩子有一个责任感，就是说给一个女孩子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是不是啊？然后我就说买房子，那个时候我们家小区旁边就4600块钱1平，我这一跟他商量也不同意。我寻孩子工作地点固定之后，再想给买房子。这个并不是说反对不给孩子买，另外我这个搁北方刚搬过来没到2年，没呢刚置好的，马上又买这个房子，我觉得可能是着急了一些，就玩一玩。然后就那个时候我信你的了，事前6没买，后来房价蹭蹭的往上涨，就后来就涨到了1万的时候，我又问他这回买吧，还是不买，我也不听你了。我跟我小孩我研究一下，商量了好了，我俩就买了。结果我买完第2年，房价蹭蹭的往上涨，一下就涨到了3万。那您这个房子是贷款的还是全款？用他的住房公积金，然后我就是做生意嘛，也再加上他工资攒的也有一些积蓄，付的首付。那每个月的贷款是由儿子还吗？不是由儿子还，是我们2个还。其实这个买房的钱都是他。对，但是那过日子什么的，那钱都是我的了，他的钱就还贷了。后来就是说的房子还的差不多了，也有点积蓄了，我就说那个买个车吧，又刮风下雨什么的，最起码儿子去接女朋友的时候不用骑着单车去接人家去，是吧？然后孩子也有个面子，是不是？然后这车买了吗？然后后来买了。但是你都买了是吗？买了。就是他同不同意，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都买了，是吗？对，那不是也都这样了吗？那就挺好的，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现在有什么事儿不满意？他退休了，他就因为我就到了享福的年纪了我就该享受天伦之乐了，我就在家什么都不用干了，做饭不应该，洗衣服不应该，什么都不应该，我做什么都应该，但这些活还都是应该是我的。我感觉啥呢？确实不应该。因为啥呢？我这退休之后比上班还忙。上班说早上吃完饭正常工作出去以后，这可好，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放狗，第2件事上市场，第3事回家就做饭，做完饭还收拾卫生，可好啊！这家伙退休了比上班还忙了，那我心里也不平衡啊。所以是谁要来的？
他要来的，我要来的。一个不愿意做饭、觉得退休生活很痛苦的男人没有打算来，您为啥来了？他抱怨吗？对我意见大吗？他发脾气啊！就比如说他做好饭了，他叫你吃饭，下面说老婆吃饭了，对不对？你觉得挺欣慰的，吃饭了。然后我就回复他一句不吃了。他不吃不饿的吗？你还知道我饿呢。然后对我不关心，他们单位年年都有体检，跟他结婚这么多年，没有一次他主动给我提个检。我有一次骑电动车早晨去上班，就着急嘛，就摔了。就是说的生气的时候，我现在我都心都在流泪。摔了之后就脚脖子崴了，我就挺着买了点药吃啊，就坚持这一天。下班的时候我就一瘸一拐的回到家了。到家里了，我的异样他都没有看出来，我就说：“哎呀，我脚好痛啊！”哎，他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我咋反应啊？我搁厨房做饭呢，他出屋往卧室走，厨房搁这面，卧室这面，他搁这边说话，我这边能听不了吗？那窗户外面开窗有声音吗？那我走路一样，你看不出来吗？他在背着您做饭呢呀。假如你没看见，那我睡了一醒觉了，第二天早晨这个脚就这个左腿这个脚脖子肿的跟大象腿似的，你看不出来我两个腿不一样粗吗？您跟他说了，他说什么呢？又咋的了？这是老公问的话吗？你就说你咋的了？我脚肿了，你跟他说我脚肿了。我说了。没退休时候打电话10次都有8次，哎呀，我头疼啊，我胳膊疼啊，这儿疼。你看着没？听烦了，听时间长听熟了，对这方面也没想这么重。我哪儿也没太在意，不舒服都不能跟他说。然后我就说，我说去医院吧，我说腿摔了，可能是骨折，心不甘情不愿，大脸拉拉着带我去医院了。到那儿一看骨裂。然后就在家休息2天的时候，给我做饭，端着吃饭，还是那个声音，那个动静，真的是特别委屈，那时候心都凉了，我就感觉好像我就是他们家那个犯了错误的保姆，在这赎罪呢。假惺惺的。但是我这性格可能是随老人有点关系。哦，你的长辈们是这个样子的。对。心里头再在乎一个人，嘴上不表达，对，嘴硬心软，那您妻子这么长时间，就是她心里的怨言，您是知道的吗？知道一点点吧。那您从来也没想过要帮助妻子解决她心里的苦闷，对吗？他从来没。但是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去，从哪方面去解决这个问题。你最大的愿望是你退休了，他们也不用做生意了，对，然后在家里服侍你，给你做饭、洗衣，然后伺候着你，是吧？我继续给他装，给他当专职保姆。您不是说要别人照顾您？对呀。您的意思就是别人别找您麻烦就行，是吗？对呀。那你照顾他不应该吗？那我搁外面这么多年了，1年回他4次吧，心里也有些苦啊。你有没有想过，你1年回4次，他的孤单呢？你说他是妻子呀，他要陪伴的呀，他也要有温暖的呀。您的孩子跟您亲吗？亲啊。那还不是我在家教育的。我说你爸这边不容易，我肯定要树立他的形象啊。但是他从来就不树立我在孩子心目中形象，总是你妈。怎么强势？你妈怎么的？你妈一天搁家不干活什么？我一回来就什么都指着我。那孩子自己心里该有一杆秤啊，他会知道谁干活了，谁没干啊。是的，我儿子有时候也说他，我儿子说，那你不在家的时候不也都是我妈吗？对呀。我儿子就说这句话的时候，当时我都哭了。我说最起码我儿子还懂我，他知道妈妈的付出。他在家里叫您吃饭的时候，口气是这样的，那他喊儿子也不可能说有多么的温柔和慈父吧？不的呀，他喊我儿子说：“大儿子吃饭了。”所以我心里才不平衡呢。他要都是这个动静，我还理解他就那样。他认为给孩子做饭是应该的，给妻子做饭是不应该的。我就是那多余的。那你们的儿子现在多大了？我儿子30。哦，30也不给父母做饭，还要等父母做好饭。他上班也是搞能源的，又挺忙的，然后他就是晚上回来的时候，
才到家吃个饭。你看啊，有儿媳妇了吗？有了。您就看您刚才说话有多双标。我老公给我做完了饭，叫我过去吃饭，他就不能耐心点儿。我儿子不用给我做饭，我儿子也有工作，他要上班的。你有多双标？给你做饭的这老公是怎么着都不好，然后不给你做饭那儿子怎么着都好。哎呀，你们对孩子都能这么样的理解，那理解一下彼此啊。自己老婆，我理解他了呀，我就是理解他了。我做他的贤内助，我把所有的家事、家里的事情、外边的事情，我全都担下来了。没呀，现在做饭就是咱哥哥的，才做了半年的饭。你不就因为这半年的饭吃的不开心才来这儿的吗？对。成，那这一些矛盾也都发生了，对吧？但咱也都掀篇儿了。眼下最过不了一起去的就是哥哥嘴不甜，对不对？对吧？他不关心我呀，就是说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他哪儿都没带我去旅游过。我一说出去，我说老公，你退休了，你带我出去玩玩呗。啊，人挤人的，啊，遭那个罪呢，还要买礼物。他说的啊，你那衣服总是买，柜子都放不下了。我有多少，也没有你给我买一件。我买的人相不中，我每回开支钱给你，你自己掌握自己买，随便买。我们俩去逛商场去，说买衣服还你自己买，只要我这一摸这衣服，我说这衣服多少钱呢？转身走了，就怕我买，然后你不让我买吗？我偏把这衣服买回去。我开支的钱给他了。我靠着别的，我不能不走吗？不走搁那停了？那你帮我选，你不行吗？你就说老婆你买吧，我选你钱在那，你喜欢哪个你就买那个，是不是啊？所以咱哥哥转身走的意思是什么？你就不想给我买，你就不愿意让我买。对，那他真正走的意思是什么？走的意思你愿买你自己选自己买，别让我你都没影了，完了回家不满意，都生气了，还是埋怨。那您为啥又陪他逛商场呢？陪他逛商场不就是要么出钱，要么出一个眼光跟他讨论吗？可以说散步。告诉你啊，就今天中午吃饭，他吃完了说的，你吃吧，我上外边站去了。我说那你等我一会儿能咋的呢？我就差一口了。他就是这样那个人，而且我俩走路永远都是他在前边，我在后边，蹭蹭蹭。这些年就养成了独来独往。已经被他训练了20多年，他是个不等你的、不照顾你情绪的人。为什么您还会对他有这样要求呢？是因为你对他现在需求的爱比过去多吗？我希望他退休了之后能给我更多的爱，就是说这么多年他没有给我爱，两地分居，我让他就是说补偿一点吧。懂了，您听明白了哈？老婆要的不多呀。能给吗？能给。怎么给？以后生活当中呗，逐渐的一件给呗。你回答的这么快，根本不知道要给什么。等到下了场你又忘了。我问问哥哥问题哈，咱老婆漂亮吧？漂亮。现在看上去都觉得很漂亮，所以心里是爱的哦。除了漂亮之外，对她还有哪儿满意？但满意程度能达到80%啊，那20%就我这最接受不了这个絮叨。这么多年来，我也没觉得咱姐姐有多絮叨，因为她在场上讲的这些，听上去都是在就事论事，没有一个叫讲情绪。她讲的这一些事儿里头，有很多都比如说，我生病了你不管我，我脚肿了你不管我，我告诉你哪儿疼哪儿热你都告诉我，这叫絮叨。那跟您过日子图个啥呀？就图您一个，就是每个月寄来一点钱，就图您1年回来4次，一次待20天，这20天还得伺候您。他哪儿疼哪儿热，你都不觉得会心疼，反而觉得这是在找事儿和又在无病呻吟。您爱他吗？不爱，看着没？问你爱不爱我，你都回答不上来，那就说明心里不爱我呗。哎不，这个他刚刚的这个笑。已经证明了，就是你们问我这个问题是明知故问，对吧？他这就是应了一张嘴，难道说个爱字这么难吗？就说我爱你就可以吗？哎不，哎，那就是嘛，很简单的问题嘛。阿姨，其实您不用有那种就是被忽视妄想症，您其实有一点，就有一点那种就是
你需要强烈的关注。我刚更多的看到的，其实您也是想要一些情绪价值，只是您没有把这个话跟他说清楚。那么叔叔的话，应该要在意一点你妻子的感受，不要总是说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你认为，每个人都是个独立的个体。我觉得您应该去尊重他，多理解他，然后给他一些回馈。这个回馈是什么？很简单，你也花不了多少钱，你就买花啊什么的，买点好吃的，这种东西最不值钱了，但是它真的是代表心意。您的夫人没有看到您任何的心意，这个是我觉得您应该去表达的，而且你亏欠他很多，我觉得您要好好珍惜他。人生苦短，不能让家人孤单，但是这位丈夫让妻子孤单了20年，这20年是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是无奈。如果说你对这个家庭不尽责任，不问家事，这就是无情了。很显然，这位丈夫他对家庭是关心的，只不过你忽略了作为一个妻子，她处在这一种孤单当中的情感需求。她20年得不到你的呵护陪伴，她渴望的是丈夫退休回来以后给我做餐饭吃，然后非常非常像夫妻的，老婆吃饭了，我做好了。她的要求高吗？不高，稍微温柔一点嘛。我们男人难道一定是刚到最后有错不认错，有好不说好吗？当然你对这个家庭的付出他也看在眼里，如果没有看在眼里，你们这段婚姻持续不到现在的。所以人要学会感恩，很简单。你们2个人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重塑晚年的和睦，和睦的陪伴，和睦的相处，和睦的相爱。所以尤其是丈夫，你们要重新爱一次。谢谢。张哥，我嫂子爱吃什么？她这吃猪蹄儿，再给我凤爪。说对了吗？那还行。您愿意给刘大姐做饭吗？愿意啊。您刚才上来说不愿意，为什么还得我退休之后我还得给她做饭？您告诉我为什么您退休之后您还要给她做饭？因为工作这么长时间一直在外地，比较亏欠她这么多年嘛。因为我喜欢给她做饭，行吗？这是有区别的。因为刚才我仔细听啊，就是婚姻里啊，夫妻俩，咱不管有没有结婚证，夫妻俩对方都得是我的感情载体，而不是一个功能载体。感情载体是要有喜怒哀乐，是要有互动的，是要有我愿意，我不愿意，我喜欢，我烦，是要有这个感情互动的。自己妻子脚腕子摔坏了，哪怕我看见，我没看见，我真看不出来那脚肿，他跟我说我脚疼，我基于礼貌，怎么了？摔着了，磕着了，怎么疼？肿没肿？基于礼貌，这叫感情互动。比如说2口子一块儿吃饭，我吃完了，他还在吃，我坐这儿等会儿，或者我跟他聊2句天儿，或者我催他，这都叫喜怒哀乐。您一言不发，站起来自己走到餐厅外头，就是没有互动。您2位还要接下来在一块儿过日子，您对自己的妻子没点喜怒哀乐分享的需求吗？因为您在现场，您整个人的情绪状态跟我们都少有表情变化，您知道吗？就是您跟我们互动都没有什么感情变化，起伏很少。你看你妻子的感情需求很丰富的，她一会儿真的生气，一会儿真的抱怨，一会儿说哭就哭，她的感情是很丰富的。所以您2位还面对以后漫长的退休生活，退休生活可以很充沛，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会很漫长。对于您来说，张哥，您要是不调整的话，刘大姐会认为我跟你一块儿生活好漫长啊。刚才我听几位老师在谈，我突然想一个问题：爱能教得会吗？雷老师，你能教他怎么爱吗？没有，我教他怎么互不敢。
关键是教不会。我说3个假设，问大姐，如果没有孩子，这个婚姻还能存续到现在吗？如果没有狗狗，你的感情向谁去倾诉？我估计我会得抑郁症。如果没有工作，你是否能够如此光彩照人？所以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女人，最重要的事业、家庭、感情。您边上这个男人给不了你，和您的沟通就是吃、走，你也慢慢被他感染了，你也不会交流感情了和他，这是互相影响的。你们俩之间有爱吗？责任可能都是来自于孩子。您的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他参与不参与都一样。车子、房子都您办了，您跟孩子都办了，不需要他。当然，借力，对吧？他的钱，他的住房公积金要用，那是他必须做的，那跟感情无关，那是责任，因为他有孩子，因为有血缘关系，这几件事都是为孩子做的，对不对？有没有为你做的？没有体验，所以他现在不愿意做。所以今天我想告诉你们，就是说，没有爱就别装，不用装。我跟几位老师可能观点不太一样，没必要继续下去，就这样。我觉得在这一段关系里头变化的人不只是咱哥哥，咱姐姐也变了。应该在很长的一段岁月里头，您是相当独立的。你也知道你的丈夫有的时候会觉得你讲的家长里短不爱听，他不接电话你也就不打，他回来你也可以不吵，你绝对在年轻的时候不作。现在你的眼泪反而比过去多。有一个阶段你的人生是被儿子填满的，儿子能给你情感的回馈，儿子能够对你露出甜甜的笑脸，说是妈妈最好。儿子能够在你们2个人发生争执的时候站在你这边。你觉得你的人生里头还有的一个正向情感交流来自于孩子，因为丈夫长时间不在家里，你从来也没把丈夫的缺失当成多大的事儿。有的时候他回来了还怪碍事儿的。然后儿子长大了，儿子谈恋爱了，儿子搬出去了，这个在你心里头应该是有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个黑洞是让自己体会到了孤单，你所有的孤单，你包括要跟狗说话，真的还不是来自于你老公不搭理你，因为老公漫长的岁月都不搭理你，而是儿子也不听你说话了。你心里头现在有的这么多的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来自于我对这个男人回来了他还是让我失望，另一方面是我不得不接受被孩子边缘化的人生。就像你60岁的丈夫，他不得不被工作给边缘化，被退休的人生一样。然后2个都被边缘化的人，在这个时候出现了2种状态。您退行回少女，你的丈夫的他不是退行，你的丈夫叫自我放弃。你妻子现在希望从你这里得到拯救帮助，来跟他一起对抗被岁月的边缘化，被孩子生活边缘化。而您其实也应该从妻子那里得到一些救赎，这个救赎就是把妻子所有的眼泪抱怨，你得听成他心中你还是那个伟岸的骑士，他心中你是那个可以帮他的人，他是那个找你要爱的女人，你只需要对他温柔一点，他的世界就能为你开花。他没有像别的那一些可能60岁的一些姐姐阿姨一样，开始去跳跳广场舞，跟别的小姐妹作伴，把家里的老头放一边，对吧？好多小姐妹都这么干的。大家觉得跟女的在一起更好玩，男的嘛让他们自生自灭去，不理他。他只找你要爱，他只找你要陪伴，能不能够给他，能不能够用他想要的方式给他，取决于您的悟性了。好嘞，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您2位自己想，有请。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张先生67岁，来自天津退休；李女士64岁，来自天津退休。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情感困惑呢？我们结婚38年了，本以为可以安享晚年，但是老伴总找我的事儿。我都这把年纪了，提离婚多丢人呢，可是没有办法，最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晚年生活就应该开心快乐，他总是把家里闹得乌七八糟的，
谁不想每天痛痛快快的？可是他每天都在找我的麻烦，我真是无语了。您这个结婚多久了，张先生？我们结婚38年了。矛盾是最近才有的，还是一直都有？我就是讨厌他喝酒，我一沾他喝酒特别反感。在家平时啊自个儿喝还可以，尤其是他的同事朋友，一叫他出去一喝就是打，喝完以后啊回家的道他都不知道怎么回来的，到了家以后又吐又难受。那他这个喝酒的频次高不高啊？他一出去他就管不住自己，人家反正他也是好面子。他走的时候，他去喝酒的时候，我总是嘱咐他，我说你少喝，因为嘛呢？你身体也不好，又有糖尿病，又有血压高。他是年轻的时候也喝，现在也喝。他年轻的时候，他喝的不像现在是，这岁数大了吧？他年轻的时候也喝，也不在乎了，咱不知道怎么回事。在家我就喝的少一点。自己一个人也喝，朋友叫也喝一个人在家自己喝个2、3两。但是有时候同事朋友啊，他一喊我呢，就一块出去，一块出去呢，大家一喝呢，就是一高兴，一开心，再聊聊天，聊聊天南地北的，聊聊同事之间的，是吧？就不知不觉的，好像就喝多点了。他可是经常这样，他是一个星期能喝个几次啊？他一个星期最起码得出去4、5次的意思。哟，那是不少。出去喝去，我就特别担心他。他一走我就担心他。后来我一看这个，我就说了，我干脆跟着他去吧。我跟他去到桌上，人同事讲话，你是不是怕老婆？当着你的面都这么说就这样跟我说。为什么你看叫他来干嘛？管着你是怎么回事？他就说不是。还是拿那个大男子汉子那架子来了，没事没事，你别管，就这样式儿的。可是喝完以后回家就难受，吐的哪都是，又脏又臭，我还得替他打扫。转天醒过来酒，我问他喝吗？不喝。等过了那阵儿好受了，又接着朋友又叫，因为他们总去聚会去，我还是跟着他。后来人家给起个名叫怕老婆。现在已经落下名号了。可是我除了喝酒还有啥事儿吗？出门不锁门，我一回去一看，这门怎么敞着了？不就那一次吗？不对呀，你就那一次不行啊。是健忘是吧？除了忘带手机，就是忘带钥匙。这个事儿我还总嘱咐他。一出门我就问他，你带钥匙了吗？带着乘车卡了吗？我都得给他说一遍。有一次不告诉他，他就得回来一趟，忘带手机了。你有时候不也是忘，对吧？忘钥匙呀也好，忘手机也好，这个岁数反正也免不了有个1次2次的，对吧？几次吧。那还要几次？尤其是那个旅游去，人家旅游车呀，人家是车不等人，他也是走到半截哎呦，忘带手机了。我说别回去拿去了，就因为这个俩人也吵架。那忘手机旅游去不也是一次吗？他就死犟的，他不承认错误，而且呢，他以前是开出租的，他开出租他那个拉着一个客人呢，让人家给他买那个买东西吧，益生菌、保健品，他就听信人家的了。你不是心脏不好吗？对你心脏有益，我倒是挺感激他的。你就是给我买的。可是呢，人家你那是真的吗？再说益生菌那治病嘛，花7000多。当时你不也心脏不好？我买益生菌，人家也说对心脏也好，对肠道也好，对吧？我所以我买我也是为了你好。我喝完以后我什么感觉也没有，让人给骗了。对，而且出国也是，出了国了买那个叫嘛高丽参。还有那个深海鱼油，花了不少钱。不也是为了咱的健康吗？你是为了咱健康。再说一个，你出去旅游去的话，你本身花钱就不多，你到那以后，你有时候不买也不合适，那导游也催着，售货员也催着，他没完成任务。也没咱那个条件呢，咱不跟别人一样。
他是5000，我是3000，我们俩的工资啊，那个还得给孩子交房贷，而且他呢还时不时的还总跟朋友去一块儿聚会喝酒。喝酒他买单吗？有时候人家买单，有时候我对呀、那咱不，我说了，咱这条件跟人家不一样，咱尽量啊少跟他们惹惹。他也是好面子，不好意思，甚至是嘛呢，把那个朋友给叫家来，喝完了酒呢，大伙儿这一走呢，我还得给收拾。有时候不就是赶上了嘛，对吧？赶上大伙儿来了，人说别出去了，在家吃点，在家吃点就吃，对吧？那要是咱不管他，咱自己给自己安排一点生活的乐趣，什么上老年大学啊，去跳广场舞啊，不搭理他。我就说嘛呢，我现在参加一个舞蹈团，舞蹈团里的男的女的都有，这很正常，是吧？然后他呢，小心眼儿，他就认为我啊跟这里头人呐怎么样，天天的监督我，我只要是跟男性就是说话各方面的，哎，他就不愿意，他就说我一点自由都没有，他还爱吃醋，爱吃醋，那他没跟踪吧？有时候跟着那个嘛的，他又不好意思的，啊，旅游去跟着舞蹈团又出去，他跟着。吃饭去，他不好意思去。我实际我叫着他，他不好意思去。他是明着跟还是暗着跟啊？明着跟着，明着跟。有时我就特意啊跟他们一块儿去，我看看这个男女要干嘛的，对吧？了解一下情况究竟。了解完了以后放心了吧？啊，放心了，是吧？这就是不信任啊！他就是不信任。64岁了，你还怕别人勾引他是吧？怎么说呢？我跟他们一块儿去呢，就是连照照相啊，再了解一下情况。他就是不信任我。这属于人之常情吧。女同志长得好一点，要和别人接触干嘛一点，多多少少也得留点。也成，你们两个，他喝酒您跟着，您跳舞他跟着，这两个人倒也还是他就是不信任我。有一次我们吃饭去聚会去，回来晚点了。我一进门，他脸就不好看了，他就跟我闹起来了。我一赌气，躲他，他就堵在门口，他不让我走，哄着我。我真是我不想跟他过了。像这种日子，我恨不得出去个10天半个月的。躲着他，我自个儿清静去。那他平时会在家翻翻您手机什么吗？就是光看我手机，看别跟异性说话通。经常看，经常的看。你也不跟他吵个架，换个密码锁？嗨，我们俩手机啊，他也可以看我的，我也可以看他。不是，那大哥，您看到大姐有什么暧昧的微信内容？倒是没发现。哦，那为什么没发现？你看看也未必不可吧？不是，一般来讲没发现的话就不往下看了，对吧？看个2次没发现，咱就放弃了。你为什么可以一直看呢？也不是经常看。您到今天也还没有对咱大姐放下心？现在基本上就放心了，因为嘛呢，他活动那个圈子嘛的，我看有些什么人，大概其实也得了解一下。我想象来说啊，男同志都得有这种想法。现在呢，听起来两个人的矛盾都来自于外力，比如外边的酒局、外边跳舞。那你们两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总还可以吧？我们俩单独在一起呀，他倒跟我闹过，现在的脾气还越来越大。这个说话有时候，说句不好听话，这嘴有时候也有点飘，有点飘不行啊！一说了哈，总是先说谓语。后说主语，因为说话总是让我猜，总俩人能呛起来，能呛来，你都不知道嘛原因就呛起来了。实际我们俩人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总是这个相不言的，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待得好好的，俩人就较劲起来了。那今天是谁要来这儿的呀？我这是要来，我恨得让那个老师们说说他这个喝酒的问题，还有他特别倔强，你特别拧，干嘛事儿？拧是表现在哪儿呢？你比方说啊，买这个保健品，这个保健品啊，他买了，你最起码的你得跟我商量商量。他自个儿自作主张，他就买了，不管用啊。他也后悔也跟我叨了叨，找人家去，没人，人去楼空啊，人家。我说这以后啊，咱们像这种事儿啊，咱们得考虑考虑，咱们不能那个嘛再受骗了。但是他的上当只有1次嘛。
好次了。说还有又再而三的上当就不对了。好次了。还有那次旅游去，投1万块钱啊，给那个利息高息，1个月给个。你一听不就是骗子吗？300多块钱，他就投去了。我也不是为了家庭生活能富裕。那假如这个钱咱不让他管呢？我们俩的钱呢还是这样的，从那个就是结婚以后哈，这钱呢我们俩搁在一起，一块花，都搁那一个地界，花多钱你告诉我一声，我花多钱告诉你一声，我们是这样花钱，所以说就这样就自由了。现在发现了他可能容易上当，咱就控制他一下呗，就不给他花这一笔钱的权利，每个月给他发一点零花钱。现在也不那么花了，已经改了，他现在好点了啊，反正吃一堑长一智吧。好，那这等于就只剩个酒的问题了，能不喝酒这事儿就解决了。对，还有嘛玩意儿了？我们那旅游，1个月反正去过1次2次的。他参加舞蹈队以后啊，1个礼拜啊，光排练就3天，还不定期的，还演出，不带您玩了。我说有时候就嘛影响我们出去旅游去。你喝酒1个月喝醉几次啊？影响第2天旅游吗？说的他害羞了。我一句话把天聊死了，我天哪！哎呀，想哎呀不行，下次不喝或者少喝。但是过2天那酒瘾又上来了。那所以您是不打算控制自己是吧？也是惦着控制自己。好，那您打算控制自己了，就会要求他少去舞蹈队是吧？也不是少去舞蹈队，我说有时候不行嘛的，再请假跟人说一说，对吧？还有一个他嘛玩意儿，他那个买衣裳，出去呢看见哪个只要漂亮的衣裳，就不动了，问我好看吗？反正我这就是嘛，实话实说，好看的我就说行，好看。我认为不好看的，我就说了，这人都卖不出去的，你还惦着买这个？我那个舞蹈队里了，那小姐妹们穿的都挺靓丽的，我不可能说我穿的寒酸的。你看我总跟他说，我说你看我穿成这样，咱俩出去，尤其是你爱旅游，咱俩出去，你是不是你脸上也有光？我还这么跟他说。我也不是反对他买衣裳，他那衣裳多的啊，一开柜门都往下掉，知道吗？而且呢，里头的衣裳有的啊，还有2、3年都没穿过，知道吗？在井底下压着了。假如咱哥哥用刚刚您说他的那句话来说您，就是咱这是什么家庭，能跟别人比吗？别人能穿那么多，咱家真需要买这么多吗？可是我这买的衣服啊，我也不买那个什么高档的。你看舞蹈队嘛，都买的都是便宜的，我也不买那个干嘛，我也舍不得。咱说心里话，您可能买10件还没有他喝一顿酒多。对呀，他老说我，就是光他那酒，就我们家那酒啊，多少箱，10好几箱。我呀也好存酒，我们没结婚以前，那酒我现在存的还有了。他还财迷呢，他财迷的要命。我也他把他那好酒啊都存着，对。他自个儿喝嘛酒啊？喝那就是一般般的那个酒。现在是好酒存在家里，更加戒不了酒了。对，好酒我不喝，所以这酒是不打算戒的，对吧？这个酒我是不打算戒，但是呢，我只能说少喝。假如这个酒他不戒，会怎样？我就不跟他过了，孩子也大了，我也不跟他过了，因为他老耍酒疯，我也受不了。好，那确定了不跟他过了，那这个房子住哪儿去啊？谁搬走啊？谁搬走？你走。你就要求我少喝点，我不要求你，我要求您听我话嘛，对吧？现在刚刚大哥弱弱的说，你就不能要求我少喝一点吗？啊，就是，对不？咱不直接把路堵得那么死，比如你给他定一个，1个月只许喝2次，或者是说1个星期只许喝1次，您自己定个量嘛。对，1次1两，1次1两，在家里1次1两，你一出去他就管不住自己了。所以多久出去1次？能不出尽量不出，但是来说有时候我老同事的那挺远的来了以后，你多少也得陪人家。您这个话说的基本上就知道这个酒您是不可能戒，你也不可能减少次数，他肯定改不了，减少肯定
听听情感疗愈团老师怎么看？杰儿，不是离婚吧？直接让离婚了。不是啊，因为我觉得你俩挺不快乐的。这人到老不是老来伴要很开心吗？就是如果是我的爷爷奶奶的话，我就劝你俩离婚。就是阿姨，她想跳个舞咋了？她想跳个舞，你就觉得哦，不许跟陌生人说话了。人家只是正常的社交活动，而且大庭广众之下的这舞伴是很正常的呀。本来交谊舞不就是男生和女生跳吗？男的跟女的跳。那接下来说就是说您这个喝酒的这个问题，这个叔叔他已经跟您说他改不了了。其实我觉得他有的酒确实是可以卖一卖，您不能总是你的兴趣爱好，然后所有人都来配合你，然后所有人都为你的兴趣爱好去买单。你现在没问题，你要喝出个好歹来，你怎么办呢？有意识的去减少自己这么的欲望，而且我觉得一个人你的，尤其是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人的自控力很重要，就是也要照顾自己情绪的同时，也要照顾一下您老伴的情绪。确实，老伴是老来作伴的，不是老来拌嘴的。您看，丈夫上了年纪，高血压、糖尿病，还这么喜欢喝酒。刚才确实我注意到大哥说到酒的时候两眼发光，但是我想到您的职业，您曾经是一个职业的出租车司机，所以很显然，他为什么老年这么喜欢喝酒？一个是报复性喝酒，还有一个是寂寞性喝酒。因为在职业的时候，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他不能经常喝酒，但他又喜欢酒，所以到了老年以后，你就变本加厉了，不管不顾了。酒可以让人陶醉，但酒可以要人命的。当年李白作为诗仙，他也是酒仙，为什么上了西天？他就是最后太喜欢喝酒了，这还不是开玩笑。不管什么原因，要听妻子的话，也是为你自己好。我想，67岁年纪不算大，活得好再30年。如果你非要喝酒，难道你愿意活3年吗？我想你要去想想这个问题啊！你还去买保健品，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也想让自己保养的好一点，健康长寿。但是酒在你这样的度当中是折寿的呀，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你真不想活了，没人救得了你，你妻子真的是为你好，毫无疑问。大哥，你说是不是？谢谢老师。就是我坐这儿一直听，有几件事儿。第一个，偶发性的健忘，偶发性的，离开家门的时候，门户大敞，哟，我忘了锁门了。第二个，到了高铁上才想起，怎么没带手机呀？没带钥匙啊？偶发性的健忘。说话出现过主谓语倒置，我们叫什么呢？叫语言杂伴现象。什么叫语言杂伴？杂伴啊，懂吧？对，就是最开始是主谓语倒置，偶发的，慢慢就会发现越来越经常出现，慢慢就会发现是间歇，没逻辑。我讲明白了吗？语言杂伴，然后这个现象，然后接下来脾气偶尔的会越来越暴躁，然后开始不自信，害怕被家人抛弃，包括什么盯梢啊，有没有外人呐，等等。脾气暴躁，偶发性的语言杂伴，偶发性的健忘，对于熟悉的事情得反应一下才能说得出来。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您得戒酒了，不是说1个星期3次，1次2两，不是这意思，就是喝酒会加速某一些情况的出现，戒酒吧，好吗？好。哎，那大姐，我别的没什么可说的，她挺爱你的，她就算忘了带门钥匙，都记着跟着您，看看您跟谁跳舞呢，她挺爱你的，好吗？啊，谢谢老师。
曲伟老师，我相信大哥一定能戒，因为你以前的职业是司机，出租车司机，不能喝酒，对吧？但为什么退休之后突然喜欢上喝酒了？有一个特别大的原因，喝酒它不仅仅是爱好，更是一种社交方面的一个通用的方式。你没有一技之长，其实你心里蛮失落的。而在酒的那个微醺的状态下，你是能够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的。甭管是高朋满座，还是自己在想一些年轻时候的值得骄傲的事情，酒都能带给你刺激，带给你快乐。但那都是短暂的，是有代价的。因为其实您很关注自己身体的，否则您不会去买保健品，对吧？所以说，当我们要的时候，我们的代价是什么很重要。您只要想清楚，真正的快乐来自于什么。现在对您来说，第一是健康，第二，有一个可以聊得来、有话题的伴侣。我很开心的看到说，其实你还在担心他，还在偷偷看他手机，还在欣赏对方，因为你还有一个危机意识，不像某一位大哥。都不怎么回来，不跟老婆逛街，不跟老婆吃饭，他都不知道危险情况就埋伏在他周围。您知道特别好，所以说现在把精力放在咱们该放的地儿，和老婆多聊聊天，跟老婆多出去跳跳舞。你的存在价值会在另外一种生活状态下，在老婆的心目中，在和老婆的沟通当中体现出来，而不是酒精，好吗？另外，我觉得你的收藏酒继续收藏，那把它做成一种收藏，而不是一个嗜好，听懂没有？听懂了。好，就这样。其实二位之间的爱特别的浓，这个就是我是觉得吧，就是可能他们俩说离婚我都不吃惊，但是让你们俩说离婚，我反而会觉得有一点挺残忍的。我就知道他俩离不了。对。因为你们俩互相需要，而且互相关心，并且还关心的都是对方的这一个身体对方的舒不舒服这一些只有自己能够感知的东西。您被骗过几次，但都是在想给大姐买东西。您被骗的时候从来没说，因为我想要健康，所以我被骗了。您是为了让妻子健康，所以您脑子一热就被骗了。大姐气您喝酒，除了要替您收拾烂摊子脏和臭之外，她说了一句叫做你遭罪呀，你吐的遭罪呀，伺候着你，她看着难受她心疼你，自己还有糖尿病，身体还有各种问题，你这样下去了以后，老年生活质量是不好保的。你也不想未来可能我哪怕神志还健全呢，还好，但我天天靠透析活，你愿意吗？不愿意。你都没有看到的是，老婆管你是来自于她在乎你的生死，比你更在乎你的命，比你更在乎你舒不舒服。所以眼下老婆的话怎么就不听呢？我们都说60而耳顺，70从心所欲不逾矩。您现在就是一个奔70但还在60的人咱就不能耳顺听听身边人在说什么吗？他没有管你的自由，他只是希望你管好自己的身体，别遭罪。他都不介意伺候你，他不嫌弃你，但是你别遭罪。这是咱姐姐一直在心里头想说的话。然后像您管老婆的那一些吧，也能感受到，就是因为爱呢，所以我觉得我老婆还可好看了。出去万一有人打她主意呢，万一我老婆被骗了呢，所以想查查她。两个人爱多过很多，所以我也愿您健康长寿，愿您身体好。今天都不调解你们的这一个婚姻问题了，因为听下来好像婚姻都还可能比您的健康存续的更久。听得懂哈？听得懂。那咱回到门后接着再想想。谢谢谢谢老师，有请。您二位也请。登录
入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官方抖音号，添加关注。每晚8点到10点，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和大家答疑解惑，您更有机会连麦他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源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观看完整节目。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都是哥哥姐姐们哈，对，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第一对儿我们用预测一下吗？来呀肯定出来呀！好，就必须出来。好，好嘞，请开门。这是达成了什么样的共识？两人一起出来了。因为退休了，时间比较多了，多抽出时间陪陪孩子，陪陪爱人。哎，这就对了。而且我注意到了这个手啊，你看到没？一看就是咱哥哥在捏紧了姐姐的手。拥抱吧，属于你们2位的浪漫时光。好好抱抱，好久没有这样长长久久的抱着了。祝2位幸福。其实我们第2对儿肯定也出来，要不我们给他们做个预设吧，就是如果能不喝酒，就出来，那出不来了。先从量减下来，一下戒也有戒断反应，但是得有一个戒酒的这个过程啊。不，这一点我非常同意米娜老师的这一个预设。如果说能戒酒就出来，否则没有必要。好，那我们请开门，能戒酒就出来，不能戒酒就不要出来。真出来了。您听见我们的预设了哈？我以后也一定听老婆话。我想以后呢，你也跟我一块儿活动去。对，把他带上啊，我把他带上。你去舞蹈队跳舞，他帮你管衣服、拿水杯。对。关键问题酒能不喝尽量不喝。不是，就是戒了呀。你要往戒的方向努力，你要戒酒。对对对。这是您今天做出的承诺哈。对。那你们2位抱抱吧，属于你们的浪漫时光。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您2位，谢谢，有请。好了，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让我们下期爱情保卫战再见。